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呃，今天欢迎大家来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说故事的时间，所以欢迎大家来听故事。那么今天是2025年的8月26号，今天是星期二。好，那么来听我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支持我如果你很喜欢老师的直播课，也欢迎你成为我的 YouTube 会员。那今天要说的故事是一个应该算是蒙古的民间故事吧，跟蒙古有关系的。那这个故事呢，在中国也非常有名。理查老师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非常的喜欢这个故事应该是我很小很小，可能6岁、7岁的时候，我在图书馆找到了这个故事，那么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的感人。好的，很多同学都来了欢迎大家。好，那这个故事叫马头琴。好，那大家看到这个东西就知道，古代的中国现在也有这是个古代的中国乐器叫做可能叫琵琶吧好，我们也可以叫它琴，另外一种琴，不是 piano 是另外一种琴。那为什么叫马头？马的头呢？因为这个琴的这个部分，它刻成一个马的形状这个部分呢是马的形状，所以这种琴叫马头琴。听说在蒙古那边的人都会弹奏这种乐器马头琴。那这种乐器是怎么来的呢？今天的故事就告诉我们，蒙古的马头琴它是怎么来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故事。很久以前，在蒙古草原上，青年苏和在回家的路上捡到一匹生病的小白马。好，那很久以前，在蒙古草原，好，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去过蒙古？我没有去过蒙古蒙古非常的漂亮，有草原，有很多牛，有很多羊，还有蒙古包。那么青年那就是 like teenager 青年我觉得青年应该是大概16岁到20岁左右叫青年16岁到20岁左右的人叫做青年他的名字叫苏和，在回家的路上捡到这个在大陆应该叫一匹一匹马注意马的量词是匹，不过在台湾我们念匹，一匹马。好，所以看你在哪里，你在大陆就念一匹马，你在台湾就念一匹马。好，两个地方的念法不同生病的小白马，好，大家看这个图就知道了，这里有一匹小白马，它看起来状况不太好，它生病了。苏和遇到了这匹小白马好，我们看后来发生了什么事。苏和悉心照料小白马。好，老师再念一次悉心照料小白马。他就是苏和他和小白马形影不离，感情非常深厚。这里有很多成语比较难一点，老师来解释给你听。悉心就是很细心 carefully， 很细心的，你很用心的照料。好，基本上照料就是照顾的意思，照料就是照顾的意思。不过一般是照料动物动物之类的，照料就是照顾的意思。悉心照料就是 carefully take care of， take good care of。好，那因为小白马生病了，所以苏和很细心的照顾它，可以用照顾照顾更常用，照料比较书面语。
他和小白马形影不离。好，什么叫形影不离呢？各位同学，如果你走在路上，有灯有光照到你的时候，你的后面会出现影子，你的影子永远会跟着你，对不对？所以影子是不会离开你的，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中文成语，叫做形影不离，就是你的影子会跟着，形就是你自己啊，你自己的影子会永远跟着你，只要有光照在你身上，你的影子就会永远跟着你。所以它形容某一个人或你的宠物之类的，它会永远跟着你，就好像你的影子一样，不会离开你。形影不离表示这两个人感情很好，永远的在一起那种感觉，不会分开，叫形影不离。可以用在你爱的人身上，也可以用在朋友身上哦。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闺蜜，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兄弟 buddy 死党，你有一个很好的死党，男生用死党，女生用闺蜜。你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跟你感情很好，他到哪里你就到哪里，你们两个形影不离，可以用在朋友上也没关系。不过呢，一般当然是用在爱人情侣的身上当然也可以用在苏荷跟小白马之间，感情很好，他们不离开彼此形影不离，很常用的一个成语，感情非常深厚，深 deep， 厚 thick， 表示你们的感情很深很深，感情很好很好好的，我们往下看。小白马长大后变得这个是的变得美丽又健壮。苏荷常骑着它在草原上奔跑。好，小白马长大了，变成了大白马了，我们就叫它白马吧因为它已经长大了，不是小白马了。变得 become 变得美丽这匹马很美丽又健壮这匹马很会跑，很健壮苏荷常你也可以说常骑着它，我们中文说骑马 ride a horse， 骑马记得骑这个动词骑着它在草原上奔跑。好，什么叫奔跑？一般来说是指快速的跑得很快，叫奔跑奔跑可以用在人身上，也可以用在动物身上。你们读到了 HSK 5级或6级的时候，你们会学到一个词叫奔驰奔驰你们会学到这个词叫奔驰一般来讲奔驰是用在动物身上或车子或动物。所以呢，你们在 HSK 5级跟6级的时候会学到这个词奔跑跟奔驰基本上意思差不多，但是奔驰一般用在车子或者是马或者是羊，简单讲就是用在车子或动物身上好，人一般我们就用奔跑，人用奔跑，动物也可以用奔跑车子就不可以用奔跑了为什么？因为奔跑一定是用2条腿，车子没有腿，车子可以奔驰但是有腿的才可以奔跑，有腿的才可以奔跑好的，对，名牌车很好。好，我们往下看。一日就是一天，你也可以说有一天或一天或一日，这个都是在说故事的时候很常看到的一个表达。简单讲，它就是英文的 one day 好，蒙古国的国王举办了赛马大会，并承诺把女儿嫁给夺得冠军的人。好，这个要念冠军4声的冠军的就是 champion 应该是 championship 夺得冠军的人。好
老师再念一次哦。一日，蒙古国的国王举办了赛马大会，并承诺把女儿 daughter 嫁给夺得冠军的人。好，夺得冠军的人就是得了第一名的人，对不对？得了第一名的人哦。好，那么所以这个赛马大会以前，如果你要去很远的地方，古时候的人都会骑马，对不对？所以赛马大会就是大家骑着马去比赛，看谁的马跑得最快啊。好，承诺就是 promise， 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汇。承诺表示你答应对方做某一件事情，而且你会去做它 ，promise 啊。好 ，OK， 嫁这个动词就是 to marry， 不过特别注意嫁另外一个字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叫做娶。这两个字呢，在中文都是 to marry 的意思。不过特别注意娶一定是男娶女，男生娶女生 ，OK？ 嫁呢，一定是女生嫁给男生，而且我们会加个给，嫁我们通常会加一个给，一个介词给，嫁给女生嫁给男生。娶呢，男生娶女生不需要加给，直接用娶就可以了。好，理查老师娶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嫁给理查老师，所以特别注意中文的 to marry 有两个字好，老师看到阿能欢迎阿能，好久不见了阿能。好的，听得懂吗？这个很重要好，在朋友的鼓励下，苏荷骑着小白马参赛，并在比赛中获得了冠军。好，我们都知道小白马美丽又健壮，所以它跑得很快。它在赛马大会中获得了冠军 championship。好，那么在朋友的鼓励，鼓励就是 encouragement 或 to encourage。好，在朋友的鼓励下，这里应该是名词encouragement。苏荷骑着小白马参赛。什么叫参赛？很简单，参就是参加，赛就是比赛，参赛就是参加比赛。佳佳也来了，欢迎佳佳好，那么各位同学，参赛是个很常用的词汇，表示参加比赛。好 ，OK， 好的，有没有问题？获得冠军也很常用就是 win the championship 好，获得冠军就是得到第一名那老师在这里呢，帮你们补充一下在中文里面，第一名叫冠军，第二名叫做什么？第二名 the second place， 第二名叫做亚军。好，在台湾我们会念亚军在大陆念亚军，就是第二名得到了亚军什么意思？就是得到第二名。OK， 好，那特别注意冠军、亚军在台湾我们念亚军好，第三名呢？第三名叫做季军，好，季军就是第三名他在比赛中得到了季军老师什么意思？季不是 season 吗？在这里不是 season 的意思，在这里指的是第三名好，所以他在比赛中得到了季军third place 第三名third place 好，所以特别注意这些，其实你很常听到，特别是冠军跟亚军这个常常你有看体育比赛的，你会听到人家说这个表达好 OK， 还有第四名叫殿军，不过这个太难了我们知道一下就好了。殿军这个平常说话也不太会用我们平常说话是不太用，不过就是个常识吧
第4名叫殿军，不过说话不太用它，不太用它哦。好 ，OK， 我们就到这儿了哦。殿军哦，好。国王看见小白马，一眼就爱上了它，决定占为己有。好，因为小白马既漂亮又健壮，而且它跑得很快，得到了冠军，所以国王一眼就爱上了它。如果你很喜欢一个人或很喜欢一个东西，你一看到它你就喜欢，你可以用这个表达：我一眼就爱上了 Mary， 我一眼就爱上了这只猫，我一眼就爱上了这个手机，可以用在人或东西上面都可以。我一眼就爱上了这个地方，哇，我去了巴黎旅游，巴黎好浪漫，好漂亮。我一眼就爱上了巴黎，表示你看第一次看你就喜欢了啊。好，决定占为己有，哇，这个成语很重要，占就是 occupy 啊 ，occupy。好，占为己有就是把这个东西本来是别人的，你把它抢过来，不行，这是我的了，不是你的了。好，所以占为己有就是把别人的东西抢过来，当做是自己的东西，叫占为己有。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女朋友很漂亮，你觉得不行，他的女朋友这么漂亮，一定要变成我的女朋友，所以你把你朋友的女朋友抢过来，占为己有。好，所以占为己有就是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你把它抢过来，当做自己的东西。好 ，OK。所以国王是不是很过分？对，林子说的很好，我觉得国王很过分因为小白马是苏荷的，不是他的，他怎么可以占为己有呢？太过分了好，国王不但没有兑现诺言，他还打伤了苏荷，打算抢走小白马。各位同学，国王不但 not only 还 but also 不但没有兑现诺言，好，这个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表达就是 keep one's promise， 好，兑现诺言。好，你也可以说没有实现诺言没有照着他答应的事情去做。兑现诺言 keep one's promise， 他的诺言是什么？你们还记得吗？他的诺言是什么？你们觉得他的诺言是什么？他没有照他的诺言去做，他没有照做，而且呢还打伤了苏荷，把他弄伤了，让他受伤了，叫人把他打伤。他的诺言是什么？你们还记得吗？他的诺言就是把女儿嫁给得到冠军的人。没有实现诺言的意思就是国王没有把女儿嫁给苏荷，而且还打伤了苏荷好，对，掌上明珠，阿能很好，掌上明珠就是女儿的意思他并没有实现诺言还打算抢走小白马好，我们往下看。小白马看到主人受伤了，背着主人想要逃脱。好，逃脱就是 escape， 就是逃走，你也可以用逃走、逃脱、逃走都可以你可以用逃走。小白马看到主人受伤了，背着主人想要逃脱。好，这里你可以用驮，驮着，驮是这样写吗？驮着，驮忘记怎么写了连我都忘了这个字怎么写了，好像是驮。好，我忘记了，等一下再写给大家看
背着主人。什么叫背？就是把东西放在背上，把东西放在背上，不是拖着，而是驮着。我找一下注音好了哈，因为我用拼音打不出来。驮着，找到了，驮着这个字，驮着。好，驮的意思就是马或驴这样的动物把人或者是货物背在背上，你可以用驮着啊，比较难的一个字哦。当然简单的你可以用背着啊，那比较难的话，你可以用这个字叫驮着，驮着，那就是马或驴这样的动物把人或者是物品背在背上，驮着。简单一点，你就用背着就可以了而不是那个驼，那是驼背的驼啊，这个是驮着，用这个字大，它是个大好 ，OK， 我们往下看。小白马身中数箭，最后终于把受伤的苏荷平安带回家。好，那么国王非常的可恶，这个国王太过分了。他得不到小白马，他要毁了小白马。他叫弓箭手，把小白马射伤。所以大家发现小白马身上有非常多支弓箭非常多支箭。那么所以小白马被箭射中了，小白马也受伤了，对不对？而且感觉他伤得很重所以我们说身中数箭的意思就是身上有很多支箭。如果你的身上有很多支箭，那么你肯定是受了重伤身中数箭，你要么就受伤了，要么就死了身中数箭。好，就像这个图表达的，小白马身中数箭，数就是一些 several 一些最后终于把受伤的苏荷平安带回家。好，主人没事了好，我们往下看。好，但小白马因伤势过重死去，苏荷痛哭流涕，悲伤的无法自己。好，我们可以用不能自己悲伤的不能自己，我觉得会更好悲伤的不能自己就是 cannot control oneself， 悲伤的不能自己好，因就是因为小白马因为伤势过重。好，这个一定要背起来，非常的常用。伤势过重表示受伤的很严重，可能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快要死了。伤势过重，可能你在没有多久就要死了好，苏荷痛哭流涕。好，痛哭流涕的意思就是哭得很伤心，连鼻涕都流出来了。你是不是看过有人哭得很伤心，太难过了，连鼻涕都流出来了？那表示这个人非常的伤心可能遇到了什么让他很痛苦的、很伤心的事情。好，苏荷痛哭流涕指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过，悲伤的不能自己。好，不能自己就是无法控制自己 OK without control OK 所以不能自己就是他非常的难过，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非常非常的伤心。为什么？因为小白马，他最心爱的小白马死了。好，我们往下看。那天晚上，苏荷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小白马对苏荷说：“好，晚上做梦了在梦中他梦到了小白马，小白马突然跟他说话：主人，请把我做成一把琴，让我可以一辈子陪伴你。”好，在梦中，你可以说在梦境中，在梦中，小白马对苏荷说话了。他说：“主人，请把我做成一把琴。”好，注意量词一把琴，让我可以
辈子陪伴你。好，一辈子就是一生 ，the whole life, lifetime， 陪伴 accompany， be with someone， 让我可以一辈子陪伴你。所以小白马在梦中希望主人苏和把它做成一把马头琴。苏和醒后，依照小白马说的话，用他的腿骨、头骨和尾毛制作了一把马头琴。好，那么苏和醒就是 wake up， 醒后 after he woke up， 苏和醒后按照依照都可以哦。这里我们可以用依照，也可以用我们学过的叫按照 according to， 依照按照都可以。小白马说的话 according what it said， OK， 好，依照小白马说的话，用它的什么腿骨，就是它的脚腿的骨头，腿的骨头，头的骨头和尾毛，尾巴上的毛叫尾毛，制作了一把马头琴。所以这把马头琴就是用小白马的身体做成的。每当苏和思念小白马时，他就会拉起马头琴。好，每当就是 every time when OK， 苏和思念。好，如果你很想一个人，你的脑子里都是他，你会很思念他，可能是你的爱人，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的好朋友，可以的，你可以思念你的父母跟好朋友，不一定要用在爱人身上，可以用在父母好友身上都可以，甚至用在你喜欢的宠物上面也可以哦。好，他就会拉起马头琴。好，各位同学记得哦，这个动作英文都是 play， 但是中文要用拉这种动作的。如果你用这种动作来弹奏乐器，我们都用拉这个动词哦，拉琴拉琴。好，那如果是 piano 呢？ piano 就不是用拉的咯，因为你不是这样子嘛。piano 是弹所以如果是 piano play the piano， 我们中文说弹琴弹琴，更精确的说法是弹钢琴play the piano， 弹钢琴好，所以在中文比较复杂一点，不同的乐器有不同的动词，像口琴，英文是 harmonica， 哇，你不能用 play， 你要用吹，用 blow， 吹口琴。所以在中文里，不同的乐器可能需要用不同的动词，吹口琴用吹的。好，那我们是 trumpet 喇叭，吹喇叭，吹喇叭，吹笛子 OK flute 吹笛子。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好，马头琴的琴声传遍了草原，听到的人都会感动的流下眼泪。好，所以在蒙古这个地方，大家听到了马头琴的琴声，这个琴声传遍了 like spread around， 传遍了草原，听到的人都感动的流下眼泪。所以慢慢的，越来越多的蒙古人就去制作更多的马头琴，这种乐器就变成了蒙古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具有象征性的一个乐器。好，那今天的故事呢就到这儿。老师有3个问题想要问你们。问题1，苏和在路上捡到了什么？这题太简单了。苏和在路上捡到了什么？哇，好快哦！你们马上就知道答案了，小白马。好，有没有更好的答案？很好，生病的小白马。苏和在路上，
而且是回家的路上，对不对？苏荷在回家的路上捡到了生病的小白马。答对了，非常好。好，你可以说一匹生病的小白马。好，在台湾我们说一匹，在大陆念一匹生病的小白马。问题2，国王为什么要办赛马大会？这题有点难哦。蒙古国的国王为什么要举办赛马大会 （horse race）？ 他是不是想要把谁嫁出去？好，想想看，很棒，因为国王想要把他的女儿嫁出去，很好，因为国王想要把女儿嫁给得到冠军的人，对不对？很好。国王举办赛马大会的原因是因为他想把女儿嫁给冠军，所以他举办了这个比赛。找女婿，哎呀，林子非常好，找女婿这个答案太棒了，这个答案是高水准的，很棒的一个答案，叫找女婿。什么叫女婿？女婿就是你可能是这个女儿的爸爸或妈妈，女儿的丈夫你要叫他女婿OK， 就是 like son-in-law 女婿这个是一个很棒的词就是你的女儿嫁了一个男人，那么你或你的太太要叫这个男人叫女婿 son-in-law。 好，这个非常棒的一个词汇，你们可以把它记起来，女婿女婿 son-in-law。 因为他想要找女婿，非常好，这个答案是非常非常地道的一个表达好，所以你如果娶了一个中国女生，那么这个中国女生的爸爸妈妈他们会叫你女婿外国女婿对不对？如果你是个外国人好，问题3，苏荷用什么制作马头琴？哇，这个很难呢，这个有点难。你们还记得苏荷用什么制作出马头琴呢？好像有3种东西，对不对？因为小白马在苏荷的梦里面告诉他，主人，请把我做成一把琴，让我能够一辈子陪伴你。那么苏荷醒后就把小白马的什么什么什么制作成了马头琴。驸马是以前的用法，而且驸马一般这个女生的对象是公主，所以驸马不能乱用驸马是以前的人在用的，而且呢通常是公主的丈夫叫驸马，也就是皇帝的女儿叫公主那么娶公主的那个男的要叫驸马你也可以叫他驸马爷哇，裴静很厉害，他用小白马的腿骨、头骨和尾毛制作成马头琴，很棒。他用小白马的腿骨、头骨和尾毛制作成马头琴，一把马头琴非常棒。哇，你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听老师的故事好，那么我们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每个词汇呢，我们来念3次，请你自己找出相对应的图片跟照片。奔跑，奔跑，奔跑。赛马，赛马，赛马。拉琴，拉琴，拉琴。好，这个女生拉的是二胡这个乐器叫二胡，这个女生拉的是二胡，这个男生拉的叫小提琴。
好，所以这个动作就是用拉的。你可以拉小提琴，你可以拉大提琴啊，拉。好，身重数剑，好，它不是成语哦，它不是成语啊，身重数剑不是成语。伤势过重，这个也不是成语哦，啊，这只是个四字表达而已，四字表达哦。好，身重数剑，伤势过重，伤势过重。形影不离是个成语，形影不离是成语，形影不离，形影不离。好，今天的课哦，日本的小学语文课本里有这个故事，我小学的时候也看过这个故事，非常的感动哦。好，那么各位同学喜欢今天的故事吗？希望你们要珍惜身边的人这些人就像小白马一样，他会陪伴你很久很久的时间，所以你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人，好好的对待他们，对他们好。那么我们星期四再见喽，大家早一点休息，晚安，拜拜。